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师傅他们依然是在河边继续改造房子，我就过来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。刚好呢，今天也有一个从长沙那边过来的一个女孩子，准备在我们这边呢租房子，大概租3年左右的时间吧。所以我带她看的是一栋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。当然，这栋房子不只可以住3年，可以住到15年左右，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房子周边的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。那现在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每次过来都把车停在这里，这边呢也是他们家的院子。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，大概宽6米左右的水泥路面。整个村子只有10多户人家，几乎是建在一个小岛之上。在镜头的前方，这也是一栋闲置房，但是这栋房子的背后呢，是有一栋2层楼的砖房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，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，它的旁边呢是砖结构的。房屋的背后是进村的道路，再过去呢就是一个很宽的一个场地，几乎村子里面所有的车辆都是停在那边。这栋房子车子是差不多可以开到院子吧，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。这边的房子呢，几乎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，背山面水，底下呢是有一条清水江的支流。这是他们家的一块空地，当然现在做了硬化。去年我来的时候这边还是种的有些蔬菜的，那边3棵柚子树还保留着。这边是搭建了一个木质的凉亭，村里面统一修建的。底下沿河边也是修建了一些游步道，这里呢还有些健身的器材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栋房子是坐西朝东，门口呢视野还比较开阔。当然这边绿树成荫，还有竹林，有些大树。这栋房子距离城里有18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.5公里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。房子的门口有2棵柚子树，还有些橘子树，这些是枣橘，大概10月份以后就可以吃了。这是主人家呢种的一些南瓜。这栋房子通水通电通网络，之前是常德的一个大哥在这边租了1年，但是呢房子租好了之后，他只住了1-2个月，临时就到张家界那边有事，在那边开了民宿，所以房子就闲置下来，一直没在这边住现在大门紧闭，我刚刚是和主人家打了电话，他说常德大哥的租期呢还有差不多20多天吧，就到期了，所以这栋房子呢又会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。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所以无法进去给大家看。这栋房子的整个线路还有水管全部都改好了，所以房子里面基本上打扫的也是非常干净，拎包可以入住的。1楼是有2个房间，这边是有2个，那边呢有1个房间，背后呢是他们家的厨房，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在那背后呢是洗澡淋浴的地方。基本上这栋房子所有的设施都是齐全的，上面盖的也是我们本地的青瓦。这些青瓦呢基本上主人家也是2-3年检修一次，虽然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齐整，但是瓦片呢一点不漏雨。这外墙呢涂抹的是桐油，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深。这间厢房也是重新外墙做了一个装饰，所以整栋房子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院坝呢大概宽70个平方左右，都是水泥做了硬化。
栏杆呢是用砖砌起来的，大概高度有70公分左右。外面呢一小块的菜地也是他们家的，当然现在种了橘子，这些橘子已经长了这么大了，成熟的时候是橙红色的，口感是特别好的。在这底下呢是有一条台阶小路，一直通往底下的河边，这是清水江的一个支流。在门口的位置啊有一颗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到了晚上它会自动的亮灯。这边喝的也都是自来水，挺方便的，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蓄水池。这个房间啊现在是进不去，我记得应该是最大的，将近有30来个平方左右，是一个主卧。而且这栋房子的地面全部都是水泥硬化了，楼顶呢也做了吊顶，非常的干净齐整的。看这边的木墙板全部都已经装修好了，现在可惜，房子是上了锁，我们无法进去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走到小河边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来看一下整栋房子的一个外围结构吧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翻开我以往的视频啊，当时我是拍到过里面的。这边还有一箱那个野生的蜜蜂呢，大家还记得吧？直接是从他们家这里钻进去的。蜂巢呢是直接在房子里面，已经有差不多7、8年了，在这个位置从来都没有走过。看主人家很讲究，每年都是刷了桐油。这边啊立柱都是有亮的。房子的背后呢，排水沟也做得特别好，干干净净的。后面呢也都是全部装修了。这背后呢是一个厨房在这块位置，那边呢是杂物间，很宽的。这栋房子的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，开间呢是4米。这边靠近邻居，将近有6、7米左右。整个小村子呢是非常安静的，大概只有10多户人家，但是很多房子呢都是空着，常年在外地务工。这是一棵板栗树，上面也结了很多板栗。我们从这边嘛走到河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平时我们过来的话，车子是可以直接停在这个院子的，相当于也是整个村子里面的一个院子吧。有些红白喜事啊，都是在这边吃酒、开酒席。从这边走到河边呢，将近有20米左右。去年我来的时候啊，这边台阶路还没修好，应该是下半年的时候才修的。大家认识这是什么花吗？会结很多籽的，开的花也挺好看。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这铺的都是石板。从这里走下去，每天到河边散散步、钓钓鱼，挺不错的。这条小路修得挺好的，大概宽1.5米左右。从房子走下来1、2分钟就到河边了。这边啊，连路都有这样的太阳能电线杆，到晚上亮起灯，走在这样的小路里面，感觉还是挺惬意的。在河边有一座小房子，以前他们说是关牛的，现在也没用了。这个位置啊，两边都修了木质的栏杆，平时在这里钓鱼啊是挺不错的。可以看到小河里面水清澈碧绿，很干净的。这边的河水深度将近有20来米，宽度呢
大概也就40-50米左右。这是一个小岔河，主河道呢在那边。这边很多柳树，到夏天啊也不会特别的热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多米左右。看这里的环境还挺不错吧？平时在这边钓鱼啊，挺安逸的。房子就在上方，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。房子周边的植被是非常好的。这里过去是一处小码头。这个码头啊，平时村里面到傍晚的时候，在这里洗澡的人比较多。平时啊，洗衣服、洗菜也都喜欢在码头边上。几乎2米左右都可以看得到底，说明啊，这河水还是很清澈的。从这边呢，又可以走上去，也到了我们房子的外面嘛，就是我停车的那个位置。走上来了，绿水青山，就是金山银山。这边的小岔河一直延伸到后面，这边啊也有一座凉亭，我的车就停在这个位置，再上去就是我们看的这栋房子了。现在我们湘西这边啊，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了，几乎每个村子都修通了马路，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